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的宗旨是向全球最顶尖的互联网人学习。如果你对此感兴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会受到推送，不会错过了。那我们前两期呢，采访了在增长方面的高手 Holly，讲了他的一些人生的故事，也讲了一些增长方法论。那今天呢，是我们采访 Holly 的最后一期，希望他能给我们讲一个具体的实例，也就是他在 Slack 公司供职的时候，他是当时 Slack Growth 的 Head，然后具体 Slack 是怎么来做 Growth，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这样的一个 SaaS 的这样一个产品的。那我们今天有请 Holly 来跟我们讲一讲。来，Holly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谢谢 Joe。Hello Holly，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聊一聊，就是说 Slack 这个公司，或者说 Slack 这个产品大体上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还是不太了解的，你能不能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Slack 是个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性质的产品，然后再讲讲看 Slack 它的这个增长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实？Slack 是一个协作的软件，就是专门帮助企业内部的员工之间合作和交流，然后最近 Slack 也开始帮助公司之间的员工来合作和交流。Slack 有很多人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就认为它是一个就是聊天的软件，有点像咱们国内的，比如说像 WeChat 或者这样子。但是呢，Slack 它的功能其实还是蛮强大的，就是把你工作中很多的流程都会整合在它这个平台上，就是你在工作中用的其他的软件和程序，可以在 Slack 的平台上直接来完成。所以呢，这个软件就变成了一个相当于你企业的中台的概念它是一个 platform middleware 的那感觉。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公司用 Slack 作为他们公司协作的基础。这个公司是2014年开始的，然后在2019年上市，也算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 SaaS 公司。很快很快。这个 Slack 这个东西，国内有没有对标的产品？比如说像钉钉，跟它算是对标的吗？对对，钉钉和企业微信是对标的。明白了，这是在美国的基于企业的员工协作软件，对吧？好，那你就说这个发展非常快的一个事实，从14年到19年就上市了。那你在供职于 Slack 这段时间，它的一个增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你在它的增长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小图，就是在Slack 它是2016年的时候，我加入的时候是4个 million 的daily active users 日活，然后等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是12个 million 的日活，所以就是在3年之间吧，也是增长了3、4倍的这样左右。好的。那在你所在的这个时间段之内的这样一个增长，所处的这样一个比如状态上，比如它当时是不是一个初始状态，还是说已经进入到一个增长期，还是说进入到一个平台期，还是怎样？就是你进入的时候它处在什么状态，以及呢当时增长的目标是什么？比如你刚才讲的 daily active user，增长的目标是 user 吗？还是说作为一个企业软件增长目标，比如说是客户数，或者增长目标是 revenue，就是你们当时怎么来平衡这个增长目标呢？整个公司的增长目标当然就是 revenue，是企业的营收，然后不同的团队它focus 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说在增长团队，我们 focus 有3个主要的指标，一个是 new teams，就是新用户，第2个是 DAU，就是 daily active users 日活，算是一个 retention 的一个指标，然后就是 paid customers，有多少个企业用户在付费的用户。当时的我们 publish 的user 基本上都是DAU，但是内部 track 的话，也会 track 这其他2个 new teams and paid customers。其实这个听起来哈，就跟你上期节目讲的那个完全是吻合的，acquisition、retention、monetization，对吧？就是新用户、active user，然后 paid customer，其实就是 ARM，对不对？ Yes。好，那既然跟这个非常吻合的话，你们当时比如你的团队做了一个怎样的分析呢？就是我们要 drive 这些数据的增长，哪些增长点是你们可以操作的呢？对，我加入的时候，Slack 其实作为一个产品，主要是通过 word of mouth，主要是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方式来增长的。基本上就是当时的 founder，
其实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朋友们有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如果有时间我讲一下。那个这个 Slack 的 founder 呢，他是以前Flickr founder，他是很喜欢做游戏的一个人。然后他一开始呢，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做一款游戏，结果这个游戏呢做出来之后也还行，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用户，然后说哎呀这个没钱了啊，就是我们要不要关门了？结果关门之前呢，他发现了一个用户的特点，就是这用户在玩游戏的时候特别喜欢互相分享照片儿，就是他玩游戏的人的照片儿，然后这个 feature 特别 popular， 后来就说哎呀我们干脆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做一个专门分享照片的一个产品吧，然后那个产品就是 Flickr 啊，这 Flickr 也是增长的非常快啊，到最后很快的就被雅虎来收购了。后来他在雅虎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说，哎呀，我还是想做游戏，这怎么办呢？就是又开始跟他原先的那帮原班人马开始做游戏。这游戏呢做出来也还行，但是呢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用户。然后说，哎呀，不行，那个要关门了。然后在关门之前呢，就发现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开发团队呢，当时是有在加拿大，也有在英国，然后有各个地方，因为没有钱嘛，大家都是在各个地方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在团队协作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自主开发了一个基于 IRC 的一个小程序，然后就让 developers 特别容易的互相来协作。这个呢用得起来，大家都很喜欢用。后来说，哎呀，这个死马当活马医，干脆我们把这个 feature 也做成一个产品吧。然后就游戏也不做了，那个做不下去了，就开始把这个就是交流的这么一个产品当成他主业来做，结果把这个产品告诉给了他们的朋友，就有一些比如说 Airbnb 的或者说Square Stripe 的那个 developer， 哎这些 developer 用起来觉得特别好用，然后一传十十传百，这个 Slack 就诞生了。所以就是 Slack 是说那个是两次非常不成功的做游戏的一个 attempt 来发明的这么一个软件，所以就说Slack 早期的增长其实都是口口相传，而且主要是开发团队的口口相传，那是2014年，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内部发现其实增长的这个速度呢是没有以前那么 exponential，如果是大家来看DAU 的话，2014年刚刚public 发布的时候，是17000个用户日活。到了1年之后，发展到了52万的日活，然后再1年之后，到了2016年就发展到4个 million 的日活，但是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 chart 并不是就特别hockey stick，它是稍微有点慢下来了，大家就说哦，我们是不是就是要真正的注重要把 growth也来 diversify 一下，除了 word of mouth 和 invite flow 之外，可不可以也做一些其他的增长？那个时候就是我加入的团队，我加入团队了之后，大家对增长的这个看法呢也开始日渐的多样化，就是除了产品直接在产品和 onboarding flow 里面做增长的话，还加入了很多 growth marketing 的一些 element，就比如说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广告，也开始做一些各种各样的 brand awareness initiative，然后对 SEO 和website conversion optimization 也开始重视，所以而且慢慢的在 product team 和 marketing team 之间也有了更多的协作，所以Slack 的增长从那之后也继续了它的非常高速的这么一个增长的状态。这个地方我先打断一下，问一个可能非常基础的问题哈，因为我们一般提到企业软件，对吧？SaaS 这样的软件，当然这也分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但一般我们认为，它很多时候是由 sales 来driven的，很多时候是说因为企业里面有，比如说软件的采购经理，或者是这个软件的 admin，对吧？他们来采购这个软件，然后呢让用户就他们企业员工去使用。但是听起来 Slack 的早期不是这样子，Slack 早期是用那个使用的人，他来获得这个信息，他作为一个推荐方。
通过这个，因为他喜欢这个软件，然后他是怎么着就搞定了自己的企业里的这个软件的这个 admin 也好，IT 部门也好，去购买这个软件，这种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营销模式？从 to B 角度来说，因为这个还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哈，这是我的感觉，我觉得 Zoom 也有点这个意思，就是 Zoom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员工自个儿喜欢用这玩意儿，所以后来企业就来用这个东西了。那这个其实对企业的软件的 offering 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软件是不提供 free tier 的，不提供 free tier 的话，那人家的企业员工肯定没办法用了。你只有你必须得先提供一个 free tier，他才能够说免费的，他一用起来，然后再劝公司去买一个付费的版本，对吧？那关于这个事情，你可以想想从哪个地方切入去做推广的。就这个 Slack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先驱的这种叫 B to C to B 的一个增长的模式，然后另一个名字大家最近讲的比较多的叫 Product Led Growth，就是用产品驱动的增长，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从SaaS product traditionally 传统上呢都是sales driven。就是大家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sales team 来 cold call 或者 email，或者 contact the decision maker，IT decision maker or business decision maker，这样呢，其实它的费用还是很高的，从人力上，然后从找到这种 decision maker 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上次也讲过，就说其实是很细的，你能找到那么几个就是专门是做 decision 的人。Slack 它比较先驱的一个增长方式呢，就是从end user 入手。end user 呢，他adopt 了这个软件了之后，然后在公司的内部之间就开始口口相传。比如说Slack 很经常的就是一个 middle manager，或者说一个一般的 engineer，然后呢他开始用了之后觉得这个好，然后就 invite their coworkers to continue to use it。当他用了当这个公司里面用户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了之后，然后就开始要不就是大家要 upgrade，因为需要更多的 feature，或者呢，这个公司的 IT 部门发现大家自己在用这个东西，security、privacy 还有 control 也希望更加的加强一些。这个时候呢，就有如果 Slack 的 sales team 再进一步的推一步，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对话就非常的水到渠成了。所以我开玩笑说 Slack 的 sales team 是世界上最 spoiled 最被 spoiled 的 sales team，因为他们不太需要特别的这样就是 hard sell，然后就打一个电话，这个公司已经在用这个产品了，就非常容易的来 upgrade and monetize。所以这个这里我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哈，比如说，因为它是个企业软件，对吧？软件对不对？那员工他怎么可以去用一个没有被 IT 部门批准的企业软件来做这个事情呢？他难道不怕自己的内部的信息泄露吗？Slack 他在推广的时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他先用起来，然后你后面再卖给他一个企业版本，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在第一步的时候，这个是怎么产生的？还是说员工他们自己因为你这个软件太好用，所以他们无视了公司的各种各样的 security 方面的各种规定啊等等怎样的呢？对，它这个软件其实都是有 terms of services 的，就是都说的很明白，你这个谁的 data，你的 data 是就是owned by the customers，it's not going to be，它不会被外泄露，然后这种 security 的保障是一个比较基本，就是比较基本的，大家也都就是会 trust 的这种 terms of service，然后我们在在 marketing 做 marketing 的时候也会说明白，这个你的 data 是你自己的 data，所以就像我们 sign up Facebook 或者我们 sign up Instagram 的感觉差不多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平台，它其实当然这个是个不好的例子，就说有一些就是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基本的保障，而不是说你马上就会转身去把你的 data 去怎么样泄露。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sales team 要去获得一个很好的 sales lead，就比如说某家公司里面这个员工已经自发的产生了各种使用的行为，你们能够探测到吗？那你能知道这个 sales team 要找这家公司，比如说 ABC 公司，看到有些员工在用了，所以我找应该比较容易能够找到。这个是有办法分析出来的吗？对，这个是数据分析，基本上我们是 encourage 这个 user 用他自己的公司的 email address，这可能就是跟很多国内的公司也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说在美国这边email 还是一个key identifier，通过这个 email 你会知道这个公司的域名，然后你也知道这是一个企业用户，当同一个域名的users 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级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公司其实是正在 expand their usage。所以听下来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就是说传统的
to B 的营销的方式是找到那个 decision maker，但这个方式非常的昂贵，而且非常的不好用。那么 Slack 是 B to C to B 这点的一个先驱，它的做法呢是说它的推广和它的增长是针对的，相当于是针对的是用户，针对的是这个企业员工。然后呢，他们使用上之后，他们觉得好，然后逐渐在公司里边呢就很多人在用，用完之后呢我们的 sales team 一个电话打过去或者怎么样，因为已经有人在用了。再把它 upgrade 成为一个升级成为一个很安全的版本，这样就很多人来购买，是这么一个过程。听上去确实很创新啊，我觉得这个过程确实很创新。现在是不是也有很多公司也是大概这么干的？就学你。对，这个Slack 应该算是就是比较早的做这个 model 的，然后现在出来的很多我们叫product-led growth 的 company 比如说像 Figma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Notion 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还有就像即使是像 Dropbox 这样子，也都是就是 essentially product-led growth companies，这种 product led 呢，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在产品的定义角度，它就必须得是把 growth 考虑在内，就是我这个产品的定义，还有我这个产品的这个不同的 tier，就得想明白，比如说我给免费的人是什么样的 offering， 我给升级的人什么样的 offering， 所以说他们先免费用这个，首先必须得有一个免费版，对吧？如果没有免费版没有办法用，那么在这个免费版又得它要在用的同时，将来呢有可能把它成为一个升级版的可能性。那这个的话，我不知道你们 growth 团队有没有参与在这个产品的规划里面去呢？这个我个人没有直接参与，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它这个 motion 已经有了，从第一天开始其实就是这个 motion，基本上 product-led growth company 有2个主要大的就是主要大的类型吧，一个是就是 freemium 你有 free tier， 然后你 upgrade，还有再就是 free trial，free trial 很早之前就有，但是就说能让这个end user 也开始来用，特别是 free trial，free trial 基本上是用在如果你这个产品其实是比较 costly 然后用的人有比较多，又比较需要这种 implementation 的education和 support 的话，有很多公司就用这种 free trial 的一个方式来 mitigate that risk。Slack 呢 ？Slack 为什么没有选择 free trial 的方式呢？因为 Slack 它的入门的门槛非常低，它不需要，而且它的就是用户的user base 是很大的，所以用 freemium 的话，是能更让 viral growth 来增长它的 viral growth。free trial 的话，基本上是等到了一定时间了之后你就不能用了，所以这种 viral growth 的 motion 会弱一些。明白。那 B to C to B 这种 grow 的方式跟企业的这个对象有关系吗？比如说是不是 enterprise 会比较难，然后 SMB 会比较容易，还是说其实没有什么的？不一定非是就是大家freemium 就是 SMB，然后 free trial 就是 large enterprise。这个很多时候freemium 是有很多客户的时候，有很多 user 的时候做freemium 比较好。然后如果是大的公司的话，很多时候如果你能让这个大公司很多的用户来用你的 freemium 的 product 的话，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choice。所以这个倒不一定非是主要的这么一个分界点。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增长的话题。那于是我们刚才理顺了这个是 B to C to B 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我理解就是，那么你们增长团队更多的是想说，能不能够 target 在使用者身上，对吧？不是 target 在什么 IT 经理啊、采购经理啊、什么 admin 啊这些人，对不对？那你 target 在这个使用者身上，有找到哪些增长点，然后最后是选择了哪些好用的增长点呢？和增长方法呢？对，从这个也是经过了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 focus。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的 focus 就是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invite flow 做的滴水不漏，所以就做了很多这样的user testing。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的invite flow 是问姓和名都有，而且是分开的。然后呢，你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 invite flow？因为可能有一些观众不太理解。好，我给大家看一个就像是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是这种用户推荐的时候来 encourage 大家互相推荐，让他做得好的这么一个这是一个 viral 对吧？应该是一种 viral 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建了一个 Slack 的群，我要请别人来参加我这个群的这么一个 flow 对吧？对，你能看到这个screen share 吗？
这个意思就是，是我们早期的一个 invite flow，早期一个用户互相推荐的，互相invite 这么邀请制的，对对，大家可以看啊，这个问你要邮件地址，问你要 first name last name，然后有一个很大的 button，对，然后后来呢，我们做了很多user testing 了之后呢，就比如说把姓和名我们合起来了，让 users 很容易的这样来 enter，然后呢把一开始的，比如说这一段话说新 user 会加入这个 default channel，把它移到下面来，因为这不是 most critical 的，然后也加了就说 connect Google Contacts，就是很多user 他就直接 import 他的 Google Contact，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get an invite link to share， 这个大家只要很 easy 的 share 一个 invite link 就可以 invite， 所以而且这个 button 也做成了一个更像 button 的一个 button， 而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东西就是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些change， 但是比如说这个 Google Contacts 也是这个 team 也是做了一段时间的，从 technical 的角度来讲，所以很多时候像这种早期的时候是做了很多的这种 test。对于很多比较关键性的节点，比如说邀请是一个关键节点，因为你刚一个人建了一个聊天群之后得邀请人来参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对不对？所以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们的这个 active user 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方式。那你们当时，比如说我刚才听到的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 viral， 对吧？就是通过邀请作为一个很好的增长，有没有别的一些增长点你觉得不错的？比如说邀请其实还算是 retention， 对吧？我理解是说你一个人已经在用了，只不过让更多人来用。那还有一个是再往前一步 acquisition， 就那个第一个人他是怎么用的？他一开始是怎么进入到你们这个里面来的？对，就是这个邀请，就说你现有的用户邀请别的新用户，所以是一个 viral 的一个概念。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内容的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这 content growth 特别是像 SEO 这样子，这是一个Slack 它的blog 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其实要写的东西很多，它就是把top 3 core value proposition 来作为它的大的这么一个分类，然后呢我们做的这些 content 其实不光是跟 Slack 有关的，而是我们 target 的 customer any topic they're interested in，就比如说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anking， 这篇文章跟 Slack 没有就说直接的这种联系，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关心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banking， 所以他做 SEO search 的话，就会找到 Slack 这个article 和 blog，然后当然了，像内容增长也会有一些就是 engagement 的这样子一个东西，说 existing 的 customer 也会increase their engagement by learning about the tips and tricks. I see， 这个挺有意思，就特别是第二点你讲的很有意思，就是其实你不是在宣传你的产品，而是说别人在搜什么，你把他想搜的东西先放进来，特别是你的 target 的用户，然后他看了这个文章之后，他可能再会去看看你 Slack 的别的文章。对的。有道理。这个还是免费的这个 acquisition 嘛，对吧？在你的 blog 上的，你们做过什么这个付费的这个 acquisition 吗？然后效果怎么样呢？付费的 acquisition 做了非常多，就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我们那个，我们一个比较没有像我们一开始的想象的那么的结果的一个例子，是一个lessons learned，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也是在 target video conferencing， 因为 Slack 其实它是也有 video conferencing 的一个 functionality，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做比如说 Google Search Ads，让大家在 search for video conferencing 的时候也能找到 Slack，当然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人来 search for video conferencing，convert 也很好，然后呢后来我们看 retention data， 就发现呢，这些从 video conferencing 这个 keyword 来的这些人，其实他们激活和留客的这个rate 并不是那么高。因为什么？就比如说Zoom 吧，Zoom 也会target video conferencing， 但是 Zoom 它就专门是做 video conferencing 的，然后 Slack 呢还有其他的众多的功能，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 video conferencing，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 campaign 呢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change，我们 change 呢，就是首先是没有花以前那么多和那么高的钱来target 这些keyword，然后其次呢就是要做一个 dedicated landing page，就专门讲这个 Slack 这个产品里面 video conferencing 的这个 functionality。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 generic landing page，就是讲啊 Slack 多好多好啊什么的，但是呢其实这个 user 的 expectation 和你的这个 landing page 一定要吻合，如果他 search for video conferencing，你的 landing page 就应该专门的讲 video conferencing。这样的话呢，有了这个 dedicated landing page 专门讲 video conferencing 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 conversion rate 就又升高了。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增长团队里面marketing 的团队和产品的团队一定要合作，然后做 acquisition 的人呢也要看 retention 和 monetization 的metrics， 要看 downstream metrics， 然后来看整个的这么一个ROI， 而不是只看它top of funnel 的 ROI。而你这个 downstream 是相当 downstream，就很多人说 downstream，那就是说你点击之后到最后 convert 到 sign up， 这个已经 downstream 了，你是更 downstream， 要到 sign up 之后再 retention 再 repeated usage 的，那后面的那个更加 downstream。其实这个例子很好啊，我觉得很好。我的感觉是这样啊，你可以告诉我讲对不对？就是其实呢，你们搜索这个 video conference 这个广告呢，其实有效果的，对吧？是有人买，也有人点，有人买，也有人留存。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比例有点低，以至于最后这个广告的这个 ROI 不太好。我理解对吗？然后你不是说这个广告不值得做，而是这个广告的这个整个的效果，因为它不是一个100% match 你们的这个产品，不像 Zoom， 所以呢，一个是你 lower 你的 budget， 这样使得你的这个 investment 变少，同时呢，由于你加强了 landing page 之后，导致你的这个 conversion rate 增高，因此呢，最后通过这两种调整，使得你这个 ROI 变得更正了一点，并不是说它没有用，而是说使这样的效果变得更好。对，你说的非常的切中这个点，就跟你很那个对我说的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很多做增长的人呢，就是他做一个 experiment 之后说，哎，这个 experiment 效果不好，然后他就放弃了。就像捡西瓜就掰玉米似的，哎，看着这个玉米还不够大，然后他就一路在扔。其实很多时候增长是要不断的往里钻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experiment 的效果，可能当时看起来没有像你以前想的那样，但是有很多别的因素会影响你的实验的结果。能不能 tweak 这个experiment， 让它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来不断的这样来深挖，才是一个很好，就是一个 great growth person 和一个good regular growth person 它的区别所在。那这个我稍微再深挖一点，就关于搜索引擎营销这个地方。搜索引擎营销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能够，你的这个测量是怎么做到的？就比如说，你可以去算你的每次点击的价钱，对不对？然后进入到你 conversion。但是你如果说 conversion 角度，你这个比较好比，你还要到后来什么 retention， 还有什么这个，那你这个数字是这数字是什么数字呀？是说我不知道你怎么比的这个数？对，这个都是track，会有一个unique identifier，如果这个人他是sign up as a user， 你知道他是谁，你也知道他是从哪个 channel 来的，这样的话，在各个 team 之间，你都会有这样的归类，通过这样的归类，你就可以比较。或者换句话说，到最后，比如说一开始有个 funnel，对吧？是广告，对不对？点击广告到 convert 到 retention， 最后你是用什么东西和你的这个广告 spend 比的？是用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用户的 lifetime value 吗？还是用什么东西？就是你拿什么数字去跟它比来算这个 ROI 呢？就是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那个lifetime value，当然说 lifetime value 是它是一个 proxy， 而且时间会比较长，不同的在企业发展的不同的stage， 你的 lifetime value 也会 change，所以这些因素也都要考虑，但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是通过lifetime value，然后在lifetime value 和你的 initial 的 conversion 之间还有很多 step， 你可以做很多proxy 的evaluation。对，这个其实我也很想了解，比如说，也许你 lifetime value，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很长时间去 measure，你现在只知道 conversion rate 和 retention rate，那这个可以让你得到的是，比如说你的 daily active user，如果你 retention 比较低的话，你 user 并不是很 active， 对吧？那么当你得到了 active user number， 也得到了你一开始广告投放的价格的时候，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一个 benchmark？ 这个 benchmark 是说你每一个 active user 你愿意花多少钱去 acquire？ 比如说每个 active user 你愿意花1分钱，他愿意花5分钱。然后如果这个数是低于这个的，那你说，哎，那我赚到了。如果你实际上花的钱高于这个数字，那你就赔掉了。那这个数字，这个 benchmark， 你愿意花多少钱来获得一个 active user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基本上业界有一个非常也算是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 rule of thumb 吧，就是3:1，就是你的CAC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和你的 lifetime value 之间的比例要是3:1。当然了，这个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各个公司它的比例根据它内部的情况不一样，也会有变化。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比如说，我们经过一些历史上的计算，然后呢，得到这个 Slack 的 lifetime value per user 是比如说$9，然后呢，你做这个 campaign 之后呢，得到你每次对吧，从这个 campaign 做下来成为这个active 的人，比如说花了你$5，那么这个$5呢就大于$9的1/3，所以就贵了。这么理解差不多吗？对的。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时间也比较长了，我相信能够向 Holly 请教的地方还很多。那以后呢还看有没有别的机会了。那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大家想向你学习，包括我自己很想向你学习，然后你自己现在也做一些咨询啊，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分享啊，有什么地方大家可以帮到你的，或者可以更多的跟你联系的，比如说你的网站啊，或者什么这样的方式，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我很希望跟大家交流，大家可以就去 hollychen.co co 不是 .com 是 .co 然后来看我的一些内容和联系我。好，那这个上面会有些什么东西？你会写博客吗？还是会怎样？会你提供的服务吗？对，会有关于我的提供就是consulting 的一些内容，然后我自己写的一些心得吧。好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们现在屏幕下方打出的这个 URL， 是 hollychen.co。那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节目的话呢，请对我们的节目也为 hollychen 点赞。这样的话呢，也会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通过各大平台的推荐引擎的算法。然后呢，现在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小伙伴，你扫它呢就可以拉你进我们的怎么样观众群。那我们在里面呢会有更多的分享给大家。好的，那感谢 Holly， 然后也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各位在 B 站上的一键3连。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也感谢 Holly 3期以来的这样一个分享。那 Holl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谢谢大舅，我今天很开心，很高兴跟大家交流。好的，谢谢 Holly，我也学到不少，非常开心。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以后再见，拜拜。拜拜。插播一个小广告。我在跟 Martech Ape 合作，作为他们的移动增长营销企业实习计划的项目老师。这次是跟音频独角兽喜马拉雅 FM 的美国旧金山办公室 Himalaya Media 官方合作，进行为期8周的增长营销技能培训与实操。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通过上面的链接了解课程详情，还可以得到 Big Joe 读者专属优惠券。只要添加文章里的小助手微信2维码，回复 Big Joe 就可以获得优惠券啦。